张姐，项目庆功宴的发票您给批一下。放那儿吧。22000，超标了不批。陈哥，算了算了，就2000块的事儿，别跟阎王计较，没人敢惹他。这是我店的钱。张姐，请问是超了多少2000，自己不会看啊？张姐，麻烦您在发票后面签个字，再写明拒批原因，因超标2000元，整单拒批。最后签上您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我好拿着这个去跟王总说明情况。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按公司规定，报销审批必须有明确的书面意见，您不签字，就是审批流程没走完，我就在这儿等。你敢威胁我？我只是在遵守公司规定，您不签，我今天就在这儿等您下班，直到您签为止。哇塞，这哥们儿太猛了，敢这么跟张阎王正面刚！完了完了，这下要出事儿！笔给我！怎么了这是？财务张姐说，庆功宴报销超标2000元，整单拒批了。小林啊，年轻人吃亏是福嘛，跟财务置气，值得吗？听我的，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回头你让餐厅重开一张不就行了？多大点事儿？王总，规定就是规定，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项目你做得不错，我刚在会上提了你，马上就要评优秀员工了，别为了这点小事因小失大，明白吗？你们不讲规则，那我就教你们什么是规则。小林，怎么样？王总怎么说？是不是让你重开了？哎，你还真看这个啊？算了算了算了，别钻牛角尖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呢？为了1块2，不值当。看样子是气糊涂了，搁那儿摸鱼呢。年轻人就是气盛，迟早要吃大亏。王总您好，别跟我来这套！我问你那封邮件是怎么回事？谁让你发的？我命令你立刻马上把邮件给我撤回！王总，我只是在遵守公司的规定，按流程办事。财务那边拒批，您这边又指示我改发票，这都不符合规定，所以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向上级部门申请，寻求一个合规性的解释。至于撤回邮件，非常抱歉王总，公司的邮件系统一旦发送成功，尤其是在已经开掏了多个部门总监的情况下，我个人没有任何权限可以撤回了。现在这个皮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我想接下来该如何定义流程合规性，应该是 HR 总监和财务总监该头疼的问题了。您说对吗，王总？听说了吗？凌晨直接把邮件抄骚给3位总监了。疯了吧？他这是把王总和财务的脸按在地上踩啊！这下有好戏看了。凌晨，我们总监请你过去开个会。好了，人都到齐了。今天这个会就是为了凌晨昨天发的那封邮件，大家都说说吧。我们按规定办事，他就故意找茬，不尊重我们财务人员，还发邮件污蔑我。凌晨，是这样吗？我只问一句，我昨天报销的态度
和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关系吗？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报销流程的合规性问题，不是个人态度问题。这是我邮件里的附件截图，公司财务报销细则第17条第3款，对于特殊情况导致的轻微超标，标准额度5%以内，可由举料部门总监签字确认后实报实衰。5000元的标准，超了1.2元，连0.1%都不到。我只是想知道，是这个制度错了，还是有人没有按制度执行？如果是制度错了，我建议公司立刻修改，避免以后再有同事垫付几千块公款，就因为1块钱报不回来。凌晨，王总，您昨天也指示我，吃亏是福，但我认为公司的规则比我个人的福气更重要。如果人人都靠福气来处理工作，那我们还要规章制度干什么？老李，这是我们财务部员工培训不到位，业务不熟练，我来处理。张姐，立刻向凌晨道歉。对不起。报销单拿来，我亲自给你签。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回头我会让行政部出个通告，对张姐进行批评，并扣除她这个月的绩效奖金。小林啊，坐。王总，您找我。完了，这下秋后算账了。谁让他把事儿捅那么大，还把王总给绕进去了？这下好了，等着被穿小鞋吧。听说了吗？好像是让他去管什么历史遗留项目，那地方就是个坟场，谁去谁倒霉。发配边疆啊，这是。可惜了，本来还是销售冠军呢。小林啊，这次的事儿我看到了你的能力，敢于坚持原则，非常好。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王总过奖了。正好，公司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过去5、6年有很多项目完结了，但手续不全，账目混乱。这些历史遗留项目需要一个有原则、有能力的人去彻底清算一下。我觉得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好，我接受任务。但我有一个要求。你说。请王总您给我下一封正式的任命邮件，邮件里需要明确我的工作职责、具体权限，以及这项工作的完成标准。你这个小林，做事就是严谨。行，没问题，我马上就让助理发给你。技术咨询费5万块，提供前瞻性、战略指导、与救不详。辉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没听过。张伟，林晨，你什么意思？一封邮件抄3给办公室所有人，问我要什么交付报告？陈年旧账，你翻它干什么？王总，我只是按照您批准的历史项目清算工作流程在办事。什么破流程？那是走形式的。我让你清算，是让你把那些烂摊子给我扫干净，不是让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来查我。把精力用在主要问题上，听懂了没有？王总，这份技术咨询合同金额是5万元，缺少必要的交付物证明。
这已经是主要问题了。您批准的流程第4条第3款规定，关键资料缺失，必须由项目负责人补充提供。你这是在跟我作对？我没有跟您作对，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王总，如果您无法提供这份报告，按照流程第5条第1款，我需要将此项标记为资料缺失，责任人王总，然后整理归档，并作为清算报告的一部分提交。你敢？这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如果您现在邮件批复，允许我跳过这个环节，那责任就在您，否则就是我失职。小林啊，忙着呢。听说你在查以前的旧案，工作量不小吧？是有点儿，还好，按流程走就行。哎呀，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跟姐说。财务这边我熟。谢谢张姐，暂时不用。公司有规定，清算期间工作内容需要保密。哦，对，是有这规定。那你先忙。小林，刘哥，有事吗？小林，我听说你在查王总的旧账。你是个好样的，敢做我们这些人不敢做的事儿。这里面的东西是我以前无意中备份的，我留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敢拿出来。也许对你有用。老李，你那个咨询公司这次的活干得不错，账面上漂亮，钱也过得顺。老规矩，15个点，下周打到你账上。谢谢王总，都靠您提携。放心，我这技术咨询的报告天衣无缝。再说了，我老婆就在财务，审批那关就是盖个章的事儿。他办事儿，我放心。所有的线索严丝合缝的对上了。立项、合同、审批、拨款，原来是一条龙服务。王总、张姐，你们可真是黄金搭档啊！直接举报不行，动静太大，王总关系盘旋错节，最后只会变成神仙打架，我会被卷进去，甚至倒打一耙。借刀杀人？不，这不叫借刀杀人，这叫合规，用公司的规定来办违规的人。情况复杂，牵扯人员可能较多，为避免主观判断失误，建议由公司内审部门即刻介入，进行专项审计。王总，这么晚了，有事吗？林晨，你那份报告是什么意思？王总，您忘了，这是您批准的工作流程，我的职责就是清算历史项目。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发现了风险，按规定，我需要提出专业的处理建议。狗屁的规定！林晨，你给我听着，马上把那封邮件撤回来，就说你搞错了。王总，邮件已经同时发送给了您、HDR 和总经理办公室，这是正式的工作报告，发出去了就是公司记录了，怎么撤回？你也发给他们了？凌晨，小林，我们谈谈，我们见面谈谈，你开个条件，只要你把这件事压下去，什么都好说。王总，现在不是我跟您谈的时候，您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跟即将到来的内审部门解释清楚那些款项的去向。CEO 收到匿名举报和林晨的清算报告，说重点，2份东西互相印证，证据确凿。王总伙同财务张姐虚构项目抄取资金，录音、合同、转账记录，证据链完全闭环，涉及金额巨大。性质呢？已经不是违纪了，是职务侵占，够得上刑事立案。我授权成立专项小组，立刻封存2人办公室资料，带走电脑，人带到会议室隔离讯问，要快。明白。王总，
审计监察部内部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干什么？我一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会议已经取消了。干什么？财务张经理，麻烦也跟我们走一趟。我凭什么？凭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张姐，我们查了几个项目，付款审批都是你签的字，所以我们来出实话。流程合规，李总签了字的我就批了。是吗？那这个咨询公司的法人是你先生的名字，你怎么解释？不是我，不是我的主意，都是王总，是他逼我的。他说我不签字就把我开了，他还弄过好几个项目，我全交代。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我是被逼的。不可能，不可能。张姐已经全部交代了，你的每一笔转账，每一次通话，我们全都有记录。真是报应，真是报应！我做梦都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那1.2块。报告和调查结果我都看了，做得很好。我只是履行职责，一个只履行职责的人扳不倒他们。你用的是规则和脑子。现在销售部缺人，公司需要一把更锋利的剑来守护规则。代理销售总监还是流程监察部经理？林晨，你选一个。我选监察部。多签300万单子是战术胜利，建立完善体系，让公司不再因漏洞损失几千万，是战略胜利。我想为公司打好地基。说得好，战略胜利，立刻发全员公告。林晨，我再给你一道授权，对所有项目拥有合规1票否决权。这把尚方宝剑给我用好。林晨疯了，唾手可得的销售总监不要，去当空头司令。读书读傻了，放着100万油水不要，去得罪人，等着看好戏吧。赵总 ，CEO 给他1票否决权，我们的风暴计划。呵，一个毛头小子，给他个帽子就真以为能上天了？他拿什么否决？用嘴吗？开发审批系统紧急需求，所有流程线上审批，全程留痕。审批意见完全公开，文件自动归档，任何人无权修改。我的天！赵总，您快看凌晨发给 IT 的邮件，他这是要建一个天网啊！所有东西都公开透明，删都删不掉。想用系统管住我，通知下去，风暴计划立刻启动，不等了，3天之内必须把合同全签完盖章。我倒要看看是他的系统快，还是我的章快。CEO， 风暴计划的立项报告，走个流程。您签个字，我这边马上就启动，客户催得紧。这次的单子不小，1000万级的，是个开门红。德发啊，报告我看过了，不过公司有新规定了。新规定？公司新成立了流程监察部，林晨是经理，以后这种事儿要让小林也过目一下，保证合规嘛。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一线打仗的将军。去吧，按规矩来，项目才能做得稳。小林，赵总，走个形式，赶紧签了。项目急，耽误了你担不起责任。就是啊，林大经理，别为了你这新部门刚上任的3把火，把公司的1000万大单给烧没了。赵总，按照规定，我需要1到3个工作日进行合规性审查，请您耐心等待。你说什么3天？
你这是故意卡项目！嘿，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拿着鸡毛当令箭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项目要是黄了，责任全在你。赵总，我是在履行我的职责，审查结果出来后，我会事先通知您。老同学，你放心，哈哈哈哈，项目没问题。公司里新来的一个愣头青，想看看文件，走个过场而已，影响不了大局。一天过去了，他能审出个什么来？最多找2个错别字，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那是赵总您出马，谁敢挡路？哟，还真发邮件了，我倒要看看他写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赵总，怎么了？为何采用单一供应商来源？未进行公开招标，请提供独家供应源资质认证报告。预算中200万的项目公关费，具体用途是什么？请提供详细预算分解。合同中的交付周期远超行业平均水期，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风险？他怎么会知道？赵总，这3个问题，个个都打在咱们的7寸上啊！这些报告我们根本拿不出来。我强行推进，就等于承认我违规。我不回答，项目就得停。这个林晨，他想干什么？想用规矩管我，他还嫩了点儿。赵总，您这是搬救兵？我这就让客户方，我的老同学亲自给 CEO 打电话施压。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规矩硬，还是客户的订单硬。CEO 张总可是个急脾气，1000万级的项目，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我知道，小林，客户火气很大，你看这件事能不能灵活处理一下？是啊，林经理，人家问我们，为什么1000万级的项目会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内部流程卡住？100%合规才是对客户负责。一个充满程序漏洞的项目，您敢保证后期不出问题吗？那毁掉的是公司声誉。既然张总关心进度，我建议邀请他来公司，我当面向他汇报流程管理体系，让他知道我们有多么严谨。好，就这么办。德发，你安排会议。好的 CEO。 林经理是吧？长话短说，我今天来就是要个说法，我们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停了？是啊，小林，张总时间宝贵，你可得好好解释解释。张总，赵总，稍安勿躁。今天我不谈具体问题，只展示全新的流程监管体系。我们对流程的苛求，就是对客户结果的承诺，每一笔钱的用途都清晰可见。等等，资金流向可追溯怎么实现？风控模型里有没有考虑内部人员的关联交易风险？通过与银行 API 对接实现实时监控，同时内部建立关联人数据库。王总，你们这位林经理是个人才，是真正的内控专家，我们合作起来才真的放心。林经理，我提议集团派一个尽职调查小组过来，全力配合你，对风暴计划进行最彻底的合规梳理。赵总，客户方派我们来，就是为了确保项目的干净。我们时间宝贵，就从招标流程开始吧。这3家公司的报价单格式完全一样，就连页底错别字把项目写成了日，都一模一样。这可能是行业模板比较通用。是吗？不如请您的秘书进来一下。不用紧张，我们只想确认一件事，这3份文件是你做的吗？伪造商业文件，这不只是内部违规问题。是我做的。赵总说，
客户催得急，让我连夜把材料完善一下。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让你造假了？你自作主张，现在还想诬陷我？老赵，你先冷静。好了，继续看下一项。项目前期支出里，这笔高达200万的紧急公关费，收款方叫宏图公司。我们的同事去了他的工商注册地址，是一家烟酒副食小卖部。这家公司刚注册3个月，法人展表是你妻子的表弟。赵总，非常遗憾，基于欺诈行为和资金疑点，我们将建议客户总部立即重新评估与贵公司的合作关系。林晨，你毁了项目，公司直接损失1000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为了你那点可笑的正义感。喂，李总，您好。林经理，冒昧来电，我长话短说，我刚从猎头那儿听说，你们公司正在进行一次非常彻底的内部净化。一个敢于对内部不合规流程动刀的公司，一个有林经理您这样的人才坐镇的公司，才是我们启明星科技真正想找的长期合作伙伴。启明星科技，没错，行业内的回扣让我们很头疼，你们今天的行为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合作的希望。我们启明星有一个3000万的年度战略所做项目，一直在寻找最靠谱的执行方。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这个项目必须由林经理您来全权负责。并且要求全流程合规透明，如果可以，我们愿意立刻启动合作谈判。赵德发，你现在可以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了。关于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和潜在的法律问题，公司将保留追究你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完了。林经理，恭喜！看来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后续的收尾工作我们会全力配合。谢谢。这次你不仅是立功，更是救了公司，干得漂亮。启明星的项目就交给你了，全权负责。我只要结果。不过有件事得提前告诉你，公司最大的股东，那位从未露面的董事长，对最近的变化非常关心，他点名想找个时间和你聊一聊。小林，来了，坐。这里的规矩不谈生意，只喝茶。不过今天为你破个例，尝尝。这茶比你的年纪都大，是我当年跟几个兄弟从山里一棵几百年的老茶树上亲手采的。那时候公司刚起步，穷得叮当响，但心气高。谢谢董事长。我刚创业那会儿，没钱没人没关系，就靠一股劲儿，还有一帮肯把后背交给你的兄弟。公司不是机器，是人。人呐，就有七情六欲，就有亲疏远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你懂吗？我明白董事长的意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很聪明，比我想的还聪明。马文亮那件事你干得漂亮，公司成立30年，你是最锋利的一把剑。我今天叫你来，不是兴师问罪，是想跟你聊聊未来。你的未来，也是公司的未来。请董事长明示。你这把剑太利了，总在流程监察部这个小地方屈才，而且一直用来对着自己人，消耗太大了。我决定提拔你做集团副总裁，
主管市场和创新业务，这才是你施展拳脚的地方。另外，我个人再转给你5%的公司干股。流程监察部我会交给老王，他稳重，懂平衡。董事长，天网系统刚刚步入正轨，很多历史问题需要梳理。我现在离开，恐怕……小林，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公司大了，需要的是平衡。我是在给你机会，让你从一把剑变成持剑的人。剑要放在剑鞘里才安全，你说对不对？总在外面晃，容易伤到别人，也容易伤到自己。感谢董事长的厚爱，也感谢您今天的茶。关于您的提议，我能否用3天时间给您一份正式的书面答复？书面答复，好，我等你3天，但我希望你的答复是一份能说服我的答卷，而不只是一封信。我明白。听说了吗？林总被董事长亲自叫去喝茶了，1对1。肯定啊，把公司快翻过来了。我看他悬了，要么乖乖听话，要么滚蛋。升职加薪当副总裁，换我早妥协了。李文、张峰进来，把门关上。林总，您没事吧？董事长他没为难您吧？外面传得很难听。传言一半是真的。他给了我一个选择：升职加薪，放弃原则。我跟他说，要3天时间给他一份书面答复。风险白皮书？林总，这是什么？给董事长的答复信吗？信是最无力的东西。跟陈董这种人谈对错情怀，等于自杀。必须换个语言，谈利弊，谈得失，谈生死。我要让他明白，我是在保护他的江山不倒。林总，模型出来了，灰色地带每年至少侵吞公司上千万纯利润。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写上去。水已浑浊，鱼将缺氧而死，一个字都不许改。所以这才是杀手锏，用法律条文告诉他，合规流程不是在限制他，恰恰是在给他建一道绝对安全的防火墙。以后下面的人再乱搞，都是突破制度的。我不是要夺权，我是要把他的个人风险降到0。这不是感性的答复，是无法辩驳的诊断书。你好，我是林晨，请求召开特别会议，只有董事长、CEO 和我。林晨，来了，董事长在等你。3天到了，我希望你带来的是一份能说服我的答卷。董事长、CEO， 这就是我的答复。我请求召开这次会议，是想向2位汇报我的诊断结果。我给你3天时间，你就给我拿来这个。董事长，这正是我对您问题的回答。好，我听着。给你15分钟。我长话短说，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有3：第一，悬崖边缘。按照公司目前不成文的人情操作惯例，我们抓取了近5年的相关法规变化。模型显示，未来3年内，集团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概率是75%，潜在罚款金额可能达到公司年利润的30%。第二，内部的癌细胞。报告里匿名列举了10几个类似之前发生的风险点，每一个都标注了可能造成的财务损失。根据模型推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灰色成本，每年至少侵吞公司上千万的净利润。这不是水至清则无鱼，董事长，是水已经浑了，鱼很快就要缺氧而死。疯了，真是疯了。第3，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我称之为董事长的保护伞。一个透明、严格的合规流程，表面上看是限制了您的某些权利，但它的本质是为您建立一道防火墙。这道墙能把所有下属的违规操作、个人行为都挡在下面，确保您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不会为他们的愚蠢和贪婪去承担本不属于您的法律责任。它能将您的个人风险降到最低。我陈述完了。董事长，接董事会秘书，通知所有董事，
1小时后召开紧急线上董事会，任何人不得缺席。小林，你这3天不是在答复我，你是在救这家公司，救我。提拔你做副总裁是我考虑不周，那个位置给不了你做这些事的权利。董事长，我从没想过职位。我知道，但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我提议驳回提拔林晨为副总裁的动议。我要提议的第2件事是立刻成立集团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我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第3，我将任命你林晨为委员会的执行总监，兼任流程监察部总监，级别等同于副总裁。这个委员会拥有对全集团所有业务流程的合规性1票否决权。你不再向 CEO 汇报，直接向委员会，也就是直接对我汇报。直接向您汇报，1票否决权。没错，我要用我的信誉为公司的规则背书。小林，你不是要被我收编，你是要替我去执掌这面盾牌。你的盾铸好了，现在用它去把公司里这些最顽固、最深的裂缝给我一一补上。记住，从今天起，你的背后是我，谁敢动你就是动我。但如果你做的不对，如果你把这面盾牌用歪了，我也会是第一个亲手拿掉你的人。我明白。完了完了，这笔场地预定费再付不出去，下周的活动就要开天窗了。怎么了？还没搞定？你看这个天网，又要资质又要3方比价，合作3年的老场地哪有这些？以前这事儿马总2分钟就批了，忍忍吧。谁让这位林总监是董事长亲自请回来的神呢？你看，为了走个流程，多好的机会都要错过。小王啊，按规矩来嘛。可是马总那边催得很紧，下午4点款不到，场地就给别人了。这就是效率嘛。新系统新气象，做业务的要学会适应。听到了吗？马总这是说给那位新来的林总监听的。听到了有什么用？批不下来，我还是死路一条。搞技术的书呆子懂个屁的市场，把项目搞黄了，看董事长怎么收场。马总，那咱们表面配合，暗中涉阻，他不是要效率吗？我就把效率问题放大给全公司看。嘿嘿，林总监，我是市场部的马文亮啊，刚刚提交了年度营销活动的预算，活动紧急，时间不等人啊，咱们都是为了公司好，效率第一嘛。你看这个预算能不能尽快帮忙批一下？几百号兄弟等着开工呢。驳回！敢驳回我的预算，拿我开刀立威！马总，他是不是就是走个形式？新官上任3把火。哼，3把火，他想烧了我这片林子，他要合规是吧？好，我让他要多少，我们给多少。你去告诉下面，把所有项目停一停，全体动员给林晨做材料。我倒要看看，把时间花在破玩意儿上。活动黄了，这个责任他担不担得起？找2家兄弟公司随便出2份报价，让财务做份天衣无缝的预算，什么顾问费全塞进去。他要形式，我就给他最完美的形式。明白了。现场述标，今天下午3点还要3家竞标公司代表一起。林总监，真是不好意思，另外2家临时有急事赶不过来。您看这……没关系，马总，辛苦您了，请坐。既然人没到，那这份活动就请您亲自给我们讲讲吧。马总，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文件看起。很有意思的发现，这3家递交的竞标书，文件创建者都是 Market 03，创建时间都在昨晚9点半。马总，您不觉得这个巧合有点太巧了吗？这可能是他们用了我们给的模板，对，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一个不是技术问题的东西。这份预算里的顾问费、收款公司的注册地址和您首选中标供应商股东的家庭住址完全违和。现在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3家激烈竞争的公司用的是同一个模板吗？人到齐了，凌晨，开始吧。各位好。现在开始汇报市场部大型活动供应商招标申请流程的复盘。10月17日上午9点32分，市场部首次提交申请因材料缺失系统驳回。18日下午2点15分，第二次提交文件齐全，经交叉选核发现1.1， 3份竞标书 PDD 文件属性一致。1.2， 顾问费收款方为 XX 咨询个人独资企业界，注册不足半年。经查，该注册地址与中标供应商股东张伟家庭住址高度重合。10月19日上午10点，我对该申请点击有条件批准。要求市场总监马文亮先生携3家竞标公司代表于下午3点进行现场书标。马文亮，董事长，我给你机会解释。董事长，这里面有误会，肯定是下面的人搞错了。他们年轻人不懂事儿，为了提高效率，就误操作了。我够了！误操作？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还是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傻子？你挑战的不是凌晨，不是这个系统，你挑战的是这家公司的生存底线，是我定下的规矩。我宣布，即日起免去马文亮市场总监及所有职务，集团将对其任期内所有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所有参与伪造文件的相关人员一并开除，绝不姑息。凌晨，这个天网系统很好，继续推，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是，董事长。林总，您看，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没停过，财务部、行政部、采购部，几乎所有部门都在主动申报历史项目的问题。马总这只鸡真是惊了一群猴。赌不如输，他们怕的不是我，是规则。这些申报怎么处理？真要一个个查到底吗？那得开除多少人？发个内部通知，就说凡是主动申报的，部门成立专项小组，重点是修正错误、挽回损失，而非追责。主动申报期截止后，再发现问题，将按最高条例处理。我明白了，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胡萝卜加大棒啊！林总，您这招太高了。我只要合规，去办吧。是。警告：检测到持续性高危攻击，检测到持续性高危攻击。接通 IT 安全部，启动红色代码应急预案，商业间谍来了。林总，攻击源已经确认了，是瑞科创新那边的服务器集群，但是他们不是直接攻击，而是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账号作为跳板，绕过了大部分防火墙，攻击手法非常专业，是典型的 APP 攻击。这意味着我们内部有鬼。林总，这个内鬼的权限不低，已经访问了多个核心项目的数据。我的建议是，立刻封锁这个跳板 IP， 切断它和外部的联系，然后我们根据账号进行内部排查，再晚就来不及了。必须得封，不然数据库都要被搬空了。不行。什么？林总，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在放任商业间谍在公司里自由窃取，每一秒钟我们的损失都在扩大。封锁 IP， 排查内鬼，这叫打草惊蛇。蛇要是打不死，是会回头咬人的。到时候他换个更隐蔽的账号，我们怎么办？再玩一次猫鼠游戏？可是我们的数据，他想看就让他看，让他看。林总，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从不开这种玩笑。不仅要让他看，我们还要主动一点，给他喂点他想看的东西。喂东西？您的意思是，抓住一个小小的内鬼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让瑞科创新为他们今晚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把天网系统的最高权限给我，所有权限日志、行为分析模块全部打开。好快。最近3个月从瑞科创新跳槽过来的人员名单有吗？有，市场部马总手下半个月前刚来了一个项目经理，叫王伟。王伟，找到了。
真的是他，刚来半个月就……从敌营过来的人，要么是心灰意冷，要么就是身负使命。看来他是后者。林总，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可以立刻……别急，游戏才刚刚开始。一个急于立功的间谍，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对手最核心、最机密的未来计划。给这个文件夹起个名字，要听起来足够绝密。星辰计划，很好。小张，你看，你看，您给他授权了？对，只读权限。一个只能看，不能动，甚至不能复制的绝密，他会怎么想？他会认为这是他挖到的最大宝藏，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里面的东西弄出去。没错，现在这个钩子我们已经放下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往里面放一枚为瑞科创新量身定做的毒丸，然后等着鱼儿上钩就行了。小张，接下来的戏就要靠你们信息安全部来配合了。记住，监控他的一举一动，但不要做任何拦截。我要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为他准备的大礼，并顺顺利利地带回家。是，林总，我明白了。林总，星辰计划的最终版方案已经放进去了，王伟的账号也按您的要求给了他制毒权限，方案的核心参数都调整过了。我要确保他们只要照着做，就一定会在项目中期因为资金链断裂和技术无法落地而彻底失败。放心，这份方案外行看着是座金山，内行照着做就是个坟山。每一个技术节点，每一个市场预测，我们都埋了连环雷，他们投入的越多，死得越惨。很好，那些伪造的高管加密邮件和董事长高度关注的系统痕迹呢？全部安排妥当，王伟的监控软件已经截获了所有内容。就在10分钟前，他的账号打包了星辰计划的所有文档，通过加密通道传出去了。鱼上钩了。上钩还不够，我要他把钩子整个吞下去，连带着钓鱼线一起，让他自己把自己拽上岸。通知法务部和公关部，准备收网，这次要一网打尽。明白。你看瑞科那阵仗，李瑞今天是要把天都捅破啊！凌晨就带了2个人来，这么大的项目他放弃了？哟，这不是林总吗？好久不见，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带这么2个兵，怎么是来观摩学习，给我们瑞科捧场的？李总兵强马壮，真是让我羡慕。我们公司庙小，不比瑞科财大气突，只能精打细算。今天主要是带我们公司的年轻人来见见世面。见世面，林总，你太谦虚了。我可是听说，贵公司最近在秘密筹备一个叫星辰的计划，那可是个能颠覆行业的宏伟蓝图啊！可惜啊，英雄所见略同，这么好的想法，可不能让你一家独占了。是吗？那我就提前预祝李总马到成功了。不过有句老话，叫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自己。李总家大业大，可要小心脚下。李总家大业大，可要小心脚下。必胜！虚张声势，进去！今天我要让他在全行业面前输得心服口服。必胜！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这就是我们的方案——明日之城，一个基于全域感知和超算平台的革命性构想，它将彻底颠覆现有的格局。我们有信心在3年内将这座城市打造成全球标杆。谢谢大家。感谢李总，非常宏大、非常有野心的构想，技术路径听起来也相当完备，我们评委会非常欣赏。完了，瑞科这次是王炸呀！这方案听着简直无懈可击，启明勋这次没戏了。是啊，你看林晨一点反应都没有，跟来观摩似的。感谢瑞科创新的精彩展示，接下来有请启明星公司的代表
林晨先生上台发言。林总，你的方案呢？各位评委，各位同仁，下午好。在展示我的方案之前，我想先请教评委会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方案的地基是流沙，上面建筑再华丽，还有必要讨论吗？林总，你这是什么意思？请把我们的 PPT 投到大屏幕上。第一，物理定律的悖论。瑞科方案核心算法宣称的剑道容量公然违背信息论铁律，除非能推翻现代物理学，否则它在技术上绝无可能实现。第二，方案基础是对公共数据的无限制采集，这直接触犯了国家数据安全法第27条，方案一旦执行，即是违法犯罪。下一页。第三，定制超算芯片全球年产不超过300万，而你们第一期就要500万。李总，你们能让全球产能凭空翻倍？李锐，对于林总提出的这3点，你们瑞科创新有什么解释？这个方案是我们最顶级的团队。李总回答不上来很正常，因为这个方案根本不是你们想出来的，你们刚拿到手，没能力验证底层的逻辑是否成立。你胡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你这是污蔑！最后一张图。瑞科的方案之所以如此天衣无缝，因为它是我上个月亲自带队为你们设计的。保安，把瑞科创新的所有人带离会场，立刻报警！即刻！商业间谍、欺诈，性质太恶劣了。林总，那贵公司的真实方案？我们的方案很简单，也很朴实，就一句话：脚踏实地，做正确的事。 20年，整整20年的合作，他华光说倒就倒，连个招呼都不打。CEO， 我问遍了，国内能做这个的除了华光没第二家，国外的供应商光走流程，半年都下不来。启明星项目怎么办？3000万的项目就停了？何止停了，合同写的清清楚楚。 延期违约金200%，我们得赔6000万。完了，全完了。刚把瑞科踩下去，我们自己倒要翻船了。林晨，大家都火烧眉毛了，你倒是一点不急。鸿门宴上你不是挺能耐的吗？现在也想想办法呀。各位都在想怎么找下一家，对吗？废话，不找下一家难道等死吗？我问一个问题。 我们和华光合作了多少年？20年。这20年里，我们和他之间真的只有甲乙方关系这么简单吗？林晨，这都什么时候，你还在搞哲学思辨，还能是亲戚吗？李文在，立刻访问天网历史档案库，最高授权，给我调录过去20年与华光精密相关的所有文件。所有文件？所有，包括每一份合同。 补充协议、财务明细，甚至往来邮件，一个字母都不要漏。你疯了？那是多大的数据量？现在是找新路，不是去翻历史的垃圾堆。当路被堵死，也许路就在脚下的历史里，我们只是忘了。林总，找到了！系统根据技术绑定等关键词，检索出了一份高匹配度的历史文件。看来我们的关系。 确实不只是甲举方那么简单。林总，找到了，找到了！天网系统关联检索15年前的一份补充协议。念。技术支持及借款补充协议。跳过，直接找关键条款。在这儿，第7条补充条款，这是我们以前法务部张主任的手笔，他做事最喜欢留后手。若华光精密日后无法偿还该无息借款。
其名下编号 A 哥03的生产线将自动转为抵押物，由我方拥有第一优先处置权。A03就是启明项目用的那条生产线，老天开眼！听证会还有多久？从现在算还有48小时。一旦法庭宣布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所有资产都会被冻结查封。我们这份协就算有效，也要跟上百个债权人一起排队扯皮，到时候就晚了。来不及了，李文，立刻订3张最早去华光总部的机票。王律师，带上协议原件。老张，准备好财务往来记录，现在就走。林总，呵呵，你还是来了。坐吧，厂里连杯热茶都烧不起了。厂长，我们合作了20年，我不是来逼债的。都一样，到了这个地步，不是逼债，就是来看我怎么死的。20年的交情，在3000万的窟窿面前一文不值。厂长，您看看这个，15年前贵司差点倒闭，是我们公司投了500万无息贷款提供技术支持，您才挺了过来。记得，怎么会不记得？没有你们，华光15年前就没了。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技术上，但我们的老法务在协议里加了一个条款 ：A03生产线，你们要把它拖走？厂长，按合同办事，天经地义。这是 A 方案，我们拿走生产线抵债，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合法合理。干！我们还有个 B 方案。A 方案，现在轿车拉走生产线，华光消失，工人全部下岗回家。B 方案，我们把欠款变成股份，注资控股重组华光，线不动，厂不关，几百号兄弟的饭碗我保了。控股？那我呢？我这个老家伙，你留下来做我们的技术总顾问。厂长，这厂子是你一辈子的心血，机器工人没人比你更熟，我要你，华光也需要你。我选 B。林总，谢谢你，还肯给华光一条活路。欢迎回来，老厂长。各位，财务报告和年度总结都看过了。在会议结束前，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宣布。从今天起，我陈东海正式退休。董事长，您开什么玩笑？公司现在离不开您啊！陈董，这可不是小事儿，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意已决，我已经为这家公司服务了30年，是时候把未来交给年轻人了。我在此正式提名林晨接替我，成为集团新一任的 CEO。陈董，你没搞错吧？林晨是很有能力，但他也太年轻了，而且他来公司才多久，坐上 CEO 的位置恐怕难以负重。是啊，李总说的对，林晨的行事风格太激进了，前段时间又是开除副总，又是招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公司的元老们意见都很大，何止是意见大，我听说他连赵副总家的亲戚都给拒了，就为了招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档案员。这叫什么？这就是在动摇我们公司的根基。公司要的是效益，不是他那套不近人情的规矩。根基？各位，我们公司的根基是什么？是人情关系吗？是论资作辈吗？是靠着裙带关系混日子吗？如果是，那这家公司离倒闭也就不远了。我建立的是这家公司的躯壳，我给了它规模，给了它市场，给了它利润。但是这些年，我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直到林晨来了，他开除了蛀虫，你们说他激进；他拒绝了关系户，你们说他不近人情；他为了一个只想靠本事吃饭的普通人，打破了所有潜规则，你们说他动摇了根基。可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公司终于有了一套所有人从副总裁到档案员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意味着
这里终于成了一个能让老实人、让有能力的人靠本事挣钱养家的地方。这不叫动摇根基。我提议，就林晨出任集团新 CEO 一事进行投票，同意的请举手。恭喜你，林总。谢谢各位的信任，未来我会用公司的业绩来证明各位今天的选择。小子，接下来看你的了。您放心，